欢迎回来。11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邀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当天下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习近平指出，应该为两国关系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当地时间14日下午，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巴黎省省长科斯特等高级官员在机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身着民族服装的当地青年演奏起印尼传统乐器加美兰，盛装印尼女青年跳起巴厘岛传统舞蹈彭德舞。当地学生挥舞中国和印尼两国国旗，用中文欢呼欢迎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沿途道路两旁，许多当地民众自发聚拢起来，挥舞两国国旗，对中国国家主席到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这是拜登去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元首首次举行线下会晤。过去近2年，习近平和拜登曾5次通话及举行视频会晤。两人上一次通话是在今年7月28日，当时的通话持续了2小时17分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11月13日透露，此次习拜会可能长达几个小时。据在场媒体描述，习近平与拜登在现场碰面后，双方面带微笑握手示意，并以很高兴见到你向对方问好。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元首此次会晤的地点是在中国代表团驻地酒店。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的举行地点。周一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尼巴厘岛，在大约2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下午5点半，美国总统拜登准时来到中方代表团的驻地酒店，中美元首会晤正式开始。这场被印尼官员形容为历史性的会晤，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记者一早就守候在会晤地点的门口，希望第一时间报道中美元首会晤的进展。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总台央视记者提前探访举行会晤的大厅。会谈桌上的名牌显示，陪同拜登出席的美方官员按视频可见依次，包括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以及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此次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创造了多个首次，它是中美元首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近3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是中美完成各自国内重大政治议程之后的首次会晤，也是佩洛西窜台后中美元首的首次会晤，引发全世界关注。14日上午，印尼通讯与信息部长布拉特在 G20 媒体中心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将目光聚焦在印度尼西亚，期待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面对面会晤，可以为亟待复苏的世界经济提供解决方案。So i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the two biggest economic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se two leaders meeting is very important.And Indonesia as a host country, of course, do hope that will be a good outcome for the world.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13日的东亚峰会结束后，也表达了对习拜会的期待。李显龙直言，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中美领导人必须亲自会面，因为中美关系停止继续恶化，彼此开始建立信任，并采取步骤着手解决两国之间非常棘手的许多个别问题，是相当重要的。Mr. Xi and Mr. Biden have had some engagements online several times, but you have to meet in person to begin to work towards resolving the many individual issues, which are very difficult on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cause this sort of thing, the tone has to be set right at the top, and that means the presid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y have to speak
be frank and lay out their cards. And I think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 stakes are. 中美元首会晤当天，美国财长耶伦呼吁美中稳定关系，并重开定期沟通渠道。耶伦还表示，他即将与中方官员进行非正式会面，并最有可能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他希望就美中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更多的交流，能够改善双边关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多年来因在贸易、技术和争夺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摩擦，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元首会晤将为阻止双边关系下滑提供契机。外界注意到，针对此次习拜会，美国方面调门相对较高。拜登13日在东亚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与中国元首的会晤中确定彼此的红线在哪里。他同时强调，美国与中国的沟通渠道会保持畅通，以确保两国的竞争不会恶化成冲突。I know him well. He knows me. We have very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We just got to figure out where the red lines are. 另据彭博社和法新社的爆料，不具名的白宫高官在两国元首见面之前向媒体透露，拜登寻求的是为两国关系奠定基础，希望能在会谈中确认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尤其是气候变化等跨国性问题。另一名官员透露，习拜会之前，两国已经过各层级的筹划，而这个过程也为未来更广泛的对话创造了空间。实际上，中美关系究竟该如何走，在两国元首层面一直存有共识。习近平提出和反复强调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以及拜登多次做出的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承诺，就是这一共识的具体内容。但是问题在于，拜登政府承诺的至今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美国始终怀着霸权思维，将中国狭隘地定义为竞争对手，在全世界拉小圈子、搞恶华对抗，在多个领域与中国进行脱钩断链，将中美关系推离原有的轨道。但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当下现实都表明，如果美方和中方一样有善意，遵循中国元首提出的3原则，务实推动中美关系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去，不仅利好中美关系，也有助于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针对中美元首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14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的政策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今天下午，中美元首会晤如期举行，中方也在兰厅这一对外场合第一时间回应了中外媒体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会上介绍了中方对于此次会晤的期待。事实上，今天的兰厅现场很热闹，我注意到有关国家领导人级别会晤的问题有4个，除了中美元首会晤之外，还涉及向中方求证中澳领导人会晤、中日领导人会晤、中印领导人会晤的可能。可以看出，在 G20 这一舞台上，各方望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急切性。马上来连线正在印尼巴厘岛中美元首举行会晤酒店外面的深圳卫视特派记者邱倩怡。倩怡您好，对本次习拜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好的，美西，我现在仍然守候在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的酒店外。虽然会晤已经结束，但是现场仍然有少量的记者留守处理稿件，希望在第一时间将这场举世瞩目的会晤的最新消息传播出去。那相信对于很多现场的媒体记者来说，这是漫长但是兴奋的一天。此次呢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中美元首第一次面对面会晤，因此格外受到关注。我们今天在媒体中心注意到，当中方专机落地的时候呢，不少同行都提到了拜登总统的名字，相信他们也在密切关注并且讨论着这场中美元首会晤。说起外界对中美元首会晤的期待，我们最近2天在 G20 现场采访了印尼的3位部长、1位波兰官员，还有1位联合国官员。他们的表态非常的一致，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他们认为中美2个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因此只要双方开始谈，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印尼方面作为东道国非常骄傲，可以在他们主办的峰会
期间促成这样的历史性事件，也期待着中美能够谈出好的结果，能为世界局势提出好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和其他国家的媒体同行聊了聊这场中美元首会晤，他们的第一个感受是兴奋。一位印尼同行告诉我，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这两个国家，对他们这些需要在全球合作中获取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也与来自华盛顿的同行聊了聊，他们的关键词是 hope， 也就是希望。他们希望中美会晤能够达成好的结果，但同时呢，也是因为拜登政府此前释放的一些言论，让他们保持了谨慎的态度，表示要 wait and see， 也就是等着看。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美元首受到关注，一个原因是面对面会晤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我们这一次密集报道了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目前呢是正在巴厘岛报道 G20峰会，后续还将前往泰国曼谷报道 APEC 会议。这是疫情以来最大规模而且最密集的一系列峰会。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大家对于面对面交流的期待。一位大使告诉我，面对面交流有很多的作用是线上的沟通无法取代的，因此呢，有机会让这么多的领导人在峰会现场进行双边和多边的直接沟通，相信会给大国外交关系带来更多的期待。那关于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更多消息，相信接下来的几天还会陆续释放。我和我的同事呢，也将继续为您关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 APEC 会议的相关报道。好的，美西，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也谢谢倩怡带来的观察，谢谢。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表示，我们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要起到把舵定向的作用，应该为两国关系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推动中美关系向上提升。您对此如何解读？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的定调，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期待，要远远比拜登总统的定调与期待要积极得多。拜登本人在前往巴厘岛之前，亲口对外界表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建立底线，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在今天习拜会的开场白中，拜登又再度重申了这个调子，也就是中美有责任处理好彼此的分歧，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也就是说，拜登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如何防止中美关系变得更坏，以及中美两国眼下不可以做什么。实事求是来说，拜登显然是想为中美关系安装一个防护栏。那我们再反过来对照一下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的定调与期待。而且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习近平的发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意有所指，甚至可以说是冲着拜登所认为的中美竞争关系的主基调而来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直白一些，习近平的讲话中蕴含了不同意拜登为中美关系所做的定调，以及要把这个调子给纠正过来的意思。那在您看来，跟拜登总统相比，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定调与期待究竟有哪些不同呢？我注意到习近平说，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们要面对与检讨过去那一段中美关系，但是面对与检讨，不是要陷在里面出不来，而是为了走出历史，面向未来。习近平说，我们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要起到把舵定向的作用，应该为两国关系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推动中美关系向上提升。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领导人，我们的格局不能够局限在如何防止中美关系变得更坏，以及如何防止中美关系向下沉沦这样的一个消极层次，而是应该为两国关系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且致力于让中美关系向上提升。只有这样做，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有的胸怀。习近平说，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处理好彼此关系。我们今天的会晤举世瞩目，我们应该同各国一道，为世界和平增强希望，为全球稳定增加信心，为共同发展增添动力。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美方为中美关系所做的消极定调，既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期待，也不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期待。因为全世界人民不仅期待中美关系能够走出当前的困境，
同时还期待中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承担起应尽的义务。最后，习近平还提到，我也期待同总统先生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习近平认为，过去这些年来，尤其是在美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战以及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之后的中美关系，其实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因此，习近平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重新回到美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战以及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之前的那样一种健康与稳定的发展状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定调与期待，是建立在中美之间不仅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而且这对矛盾不可调和基础之上的。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相对积极定调与期待，这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国家之间可以共生共荣基础上的。因此接下来中美仍然有的争有的谈。我想这应该就是习近平主席表态愿意为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一如既往的与拜登坦诚深入交换看法的原因。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会晤前，白宫放风称，拜登希望两人会面能够修复沟通渠道，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不少国际舆论认为，尽管中美有分歧，但是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谈无疑将缓解当前的紧张氛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因美方大打台湾牌，特别是佩洛西窜台而跌入谷底。因此，此次习拜会中的涉台内容也引发各方关注。外媒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晤。近日，俄罗斯认为双方会晤希望能明确划定界限，以及让对方遵守这些界限，以避免两国之间潜在的灾难性冲突。德国之声也认为，中美元首会谈的目的是避免擦枪走火，引发全面冲突。纽约时报认为，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都不希望遭到压抑的紧张局势爆发，可能造成破坏经济的危机。除了管控分歧之外，也有国际人士认为，会面必定会有积极的成果。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格拉斯认为，元首之间举行会谈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谈至少提供了阐述各自观点、关切以及政策的机会。布鲁金斯学会金佩雅认为，在两位领导人会面后，双方至少能够恢复某些领域的工作级别的对话。企业界则期待中美两国元首会面。波音公司将习拜会看成是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波音公司认为，如果中国国家元首暗示愿意与美国在航空航天的领域进行合作，那这将会是波音公司的一场胜利。即使双方承诺继续进行会谈或两国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也都是一个有希望的信号。波音公司目前力求解决流动性危机、减少570亿美元债务等问题。中国一直都是波音公司的重要客户，然而中美关系恶化后，波音在中国的订单迟迟不见起色。台湾问题被认为是中美元首会谈的重头戏。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大打台湾牌，让中美关系跌入谷底，还导致中美关系就重大问题设立的对话和交流机制暂停。会谈前，一名白宫官员向外界放话称，不期待拜登和习近平会面能够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但华盛顿希望通过此次直接会谈，中美之间的军事及气候对话能够得以恢复。而民进党当局对习拜会却相当低调，仅由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出面表态称，习拜会有利于台海稳定。国民党籍前民代雷倩认为，民进党没有大肆炒作两岸议题，令外界非常意外。毕竟过去两岸议题通常是民进党的选举主轴。他认为今年民进党如此安静的原因，是来自于8月佩洛西访台之后的环台军演，以及极为明确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对于台湾，中国大陆的立场已经越来越明显。那么如果要正面的去对抗或者对付现在中国大陆的立场的话，很可能就会把整个台湾推入了明显而立即的危险中，甚至以前在理论上讨论的军事或者是武力的对抗，很可能也会成为眼前的现实，这对于民进党选情是绝对不利的。马上来连线刚刚抵达印尼巴厘岛机场深圳卫视特派记者罗代娇。
大江你好，对于本次 G20会议，外媒有哪些关注点？结束在柬埔寨金边的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报道之后，我现在来到了印尼巴厘岛机场。那一路上呢，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都和我同机抵达，从东盟峰会奔赴 G20现场，马不停蹄直击热点。在候机的时候呢，我的旁边有来自沙特阿拉伯、韩国、日本的记者。只要呢看到手上拿着 G20会晤的官方信，就能确认大家殊途同归。那聊一聊呢，就知道大家都对 G20峰会的召开感到兴奋和期待。当听到我是来自中国深圳的记者的时候，沙特阿拉伯记者马上就说中美元首会晤是大事啊，有的忙了。而韩国摄影记者们直接把重重的摄影机提在手上，而不是装在箱子里，随时做好了拍摄准备。可以说呢，各国特派记者都已到位，全球目光汇聚在此。这正是习主席对拜登说的那句：“今天的会晤举世瞩目。”好的，也谢谢戴教带来的观察，谢谢。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在 G20峰会开幕之前，中美元首在印尼举行双边会晤，你有什么样的观察？中美两国元首在参加 G20峰会这一多边会晤之际举行双边会晤，这在以往的外交活动中呢是常规的安排，但是呢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是备受关注，而且是在峰会的开幕之前，足以显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元首会晤的迫切性。因此可以期待两国元首此次面对面的会晤能够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坦率深入的沟通，也会取得具有建设性的成果和共识。其次，元首会晤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巴厘岛峰会有望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止跌回升的机会。尤其是在今年8月佩洛西参访台湾之后，中美两国两军之间的诸多的沟通的渠道受到严重的冲击。在之前两国元首视频会晤中，曾经就一系列重要的合作领域达成了共识，也责成工作层加以推进，恢复两国之间在宏观经济、气候等领域的常态沟通机制是值得期待的。此外，两国元首面对面会晤的最大的看点呢，或许是为中美关系再定调、再把舵，保持中美关系战略框架的稳定，防止两国关系偏航失速。美方也提前透露说，希望与中方在红线的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大国之间彼此了解和确认对方的红线和底线是防止战略误判的关键所在。最后，本次 G20峰会是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和风险之下召开的。中美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通过深入坦诚的交流，确认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和威胁，谋划合作的目标和路径，无疑是为 G20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注入了稳定性的力量。对于中美元首会晤，外界也有很多期待。拜登也提出，他寻求的不是冲突。您觉得习拜会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确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上。事实上，从2018年以来呢，美国对华政策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和转折。到拜登上台之后，以及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大体上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以竞争为主，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频频触碰中美关系的底线，出现了比较明显和激烈的对抗。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态度呢是一贯和明确的，那就是寻求与美国发展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习近平主席几次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中，都清晰地表述了中方的立场和目标，寻找中美关系的新基础和纽带，确认中美关系和平共处的性质，管控分歧，防止大国政治的悲剧。我想这是此次巴厘岛峰会双方共同的话题和目标。地缘政治冲突和矛盾凸显，俄乌冲突还没有结束，中美关系一直被各路理论家以各种理论进行解释和预测，尤其是一些名目繁多的陷阱论，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证了这些陷阱论。中美关系虽然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但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不是在中美之间发生的，而是在广义的西方世界内，或者说是欧洲国际体系之内。这足以说明美国或者说西方用自己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无法去认识中国，也就不能正确的审视和发展中美关系。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操盘于欧亚大陆棋局的美国，尤其是从冷战期间就活跃于美国外交舞台的拜登总统，应该换个思路来跟中国打交道了。
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全球安全体系的支柱性的力量。相信中美两国元首面对面会晤，也会去探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问题，为未来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政府一直在经济、贸易和技术上对中国进行打压，将很多的中国企业列入了实体清单，脱钩断链，不仅给中美经济合作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也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预期。拜登政府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拉拢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去建立产业的小圈子，破坏了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国去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在增强自身产业实力和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坚定不移地去扩大开放，尤其是面向东盟和欧盟的开放，与美国不是正面的竞争，而是迂回竞争，最大程度上避免经济冷战和平行市场。中美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体现为国际合作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争取到多少合作伙伴，做大全球市场的蛋糕。当然，巴厘岛会晤不可回避的就是台湾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美国政府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但是在掏空和虚化一个中国。拜登总统提出要建立中美竞争的篱笆墙，我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底线。美国信守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关系就有了一个牢靠的篱笆墙，这是中美重建战略外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国际社会也希望中美巴厘岛会晤之后能够开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为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一些最棘手问题制定相应解决方案的顶级磋商平台。然而，本届峰会未正式开启，已被视为史上最艰难的一次会议。外界认为，面对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G20 很难拿出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因为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通胀问题等诸多方面存在分歧。有外媒报道，尽管俄总统普京不会亲自出席峰会，但美西方仍试图孤立由外长拉夫罗夫率领参会的俄罗斯代表团。G20 即将在15日正式开幕。传统上，所有与会各国领袖在开幕时会站在一起拍摄大合照。过程中可以让外界观察到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并成为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解读信号。但据英国《独立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这项被视作传统的展示世界领导人团结的全家福合影，在此次峰会上可能将被取消。外界普遍认为，产生这一可能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美西方国家一面倒地谴责俄罗斯，因此不愿在峰会上与俄代表进行正式合影。如果说真的是取消的话，可能也会一种别的形式来进行替代啊，可能未必是我们传统见到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整体来讲，因为 G20 它是一个要广泛的纳入不同性质的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协作的一种场合，所以这样的理念我觉得不会受到这个不同形式的这种合影的这样的问题的影响的。那么但是它也突出了我们现在遇到的这样的一种困难，也就是说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国际社会主要的观点是在逐渐的分裂的过程中。自2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乌克兰危机是此次 G20 峰会焦点之一。在峰会召开前几个月，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就不断释放信号，不希望普京参加此次 G20 峰会，甚至呼吁取消俄罗斯 G20 成员资格。美国总统拜登更一早表明，不会在峰会的会场外与普京见面。中国、印度、东道国印尼等多个国家拒绝接受这一主张。作为东道国，印尼总统佐科一直尽力说服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出席。今年6月，通过外交努力，佐科实现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访问。8月，普京大方接受印尼方面的参会邀请，不过普京最终没有参会。俄总统新闻秘书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该决定是由于普京日程安排和留在俄罗斯的需要。虽然乌克兰并不是 G20 成员国，但乌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普京不会现身巴厘岛，但西方并未放弃在此次峰会上孤立俄罗斯的企图。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英国和欧盟计划在峰会上与拉夫罗夫对峙，尽一切可能孤立俄罗斯，比如在俄罗斯代表发言时退场以示抗议，或劝阻其他国家不要会见拉夫罗夫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会参与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但一些中立的非西方国家不会这样做。报道提到，印度、沙特、土耳其等国家没有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国家这次仍可能与英国和欧盟分道扬镳。俄方以幼稚回应欧洲的孤立手段。俄联邦委员会议员采科夫回应称，西方无法孤立俄罗斯，这种行为类似于幼稚的儿童游戏，让人感到十分荒谬。早在今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代表在俄罗斯代表开始发言时走出了闭门会议。7月，拉夫罗夫在 G20 外长会上离席，以抗议西方反俄言论。但外界有所意外的是，美国近日似乎并没参与欧洲国家对俄的孤立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其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一张图片，显示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发言。图中可以看到，包括拜登在内的美方代表团成员仍然在场。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一个共识，那么存在着西方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存在着乌克兰、俄罗斯的观点，还有广大的这个中间地带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些观点难以达成共识的这个结果下，可能会造成一种这种难以协调的国际社会在分裂的这样一种局面。其实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把俄罗斯、乌克兰的这样的问题，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来进行讨论。据美国政治新闻网当地时间13日报道，3名知情的外交官员告诉该媒体，包括印尼总统佐科在内的该国高级官员正游说西方领导人，在就俄乌冲突指责俄罗斯的程度上做出让步，以避免 G20 峰会结束时无法达成联合声明。其中一名外交官称，佐科多次感叹他正在主持有史以来最艰难的 G20 峰会。英国独立报称，俄乌冲突加剧了此次峰会与会各国的分歧，这意味着与会国家能否在 G20 巴厘岛峰会结束时按传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也存在不确定性。俄罗斯方面在会前呼吁 G20 停止讨论安全问题，表示应将注意力放在世界最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上。拉夫罗夫已于13日抵达巴厘岛，由于黑海粮食协议将于19日到期，因此俄方认为全球粮食危机将成为20国集团峰会议程的关键部分。我觉得这个峰会其实是公认以来，可能是 G20 峰会以来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届峰会。那么现在我们同时在面临着非常多的这样的挑战，地缘政治的挑战、经济的挑战、疫情的挑战，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人们的这个观念对未来的发展的这样的观念，对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这种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挑战。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其实我们确实面临着能够协调国际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将以视频方式出席 G20 峰会。俄乌冲突已近9个月，双方战场局势仍然焦灼。乌方最近在赫尔松取得了重要进展，而就在乌克兰不断收复土地的同时，乌克兰和美西方官员频频放话要与俄罗斯谈判。对此，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在谈判方面放出的信息是矛盾的，提出的谈判条件也是荒谬的，俄罗斯完全不能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15日在 G20 峰会上视频讲话。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出席峰会，而由俄外长拉夫罗夫代为出席。泽连斯基表示，他讲话时会阐明乌克兰的立场，还会对许多问题给予公开答复。11月9日，俄罗斯国防部再次宣布从赫尔松部分地区撤军至第聂伯河东岸。赫尔松市是俄军此前控制的唯一乌克兰地区首府。乌克兰欢庆这一胜利，并称之为历史性时刻。不过，俄罗斯退守第聂伯河东岸，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俄乌冲突的态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和卢甘斯克地区击退了乌军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马奥尔斯克村，同时打击了乌克兰空军位于切尔卡瑟的一座军火库。同一天，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军13日在顿涅茨克地区和卢甘斯克地区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并继续在赫尔松地区第聂伯河西岸进行排雷行动。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当天还称，过去1周乌军已夺回179个定居点，面积超过4500平方公里。不过，乌克兰和美国高官及媒体近2天却频频提及与俄谈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2日在东盟峰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放风称，如果与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会谈的请求，乌克兰方面会予以考虑。
不过，俄外长没有向他提出会晤的建议，乌方没有看到莫斯科真诚准备谈判的迹象。曾在俄乌谈判中担任乌方代表团团长的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12日称，乌方最早可能于2023年下半年恢复与俄的谈判。就连曾将绝不谈判写进总统令的乌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也称，国际社会应迫使俄罗斯进行真正的和平谈判。他还为谈判提出了几个条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惩罚每一个战争罪犯。但美联社称，泽连斯基提出的谈判先决条件对莫斯科来说是行不通的。对于整个的这个战局来讲，整个的这个国际环境来讲，其实双方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种物质上的负担和这个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对于乌克兰的这个主要的支持者西方国家来讲，其实也面临着很严重的一些国际的问题。所以这些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一种可以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种空间和一种环境。但是还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双方去努力迈出这样的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摸索的过程还要需要一段的时间。对于乌克兰和美国近来频频放出谈判的信息，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12日表示，泽连斯基和其他乌方高官故意提出荒谬和莫斯科无法接受的谈判先决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日在东盟系列会议上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会谈中则重申，任何与俄罗斯谈判框架的时间和内容仍由乌克兰决定。俄罗斯它是有充分的理由要进行这样一个谈判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的内容相差太远了，因为俄罗斯可能不会做太大的这样的让步。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进行这个和平的这种谈判的话，其实需要一种力量将双方巨大的这种主张的这个差异来进行弥补，可能要有助于这个乌克兰，有助于这个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可能要做出这个更大的一些努力才可以。